马和驴杂交生下骡子，那么马和牛有没有机会杂交？会生下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农村中十分常见的骡子其实是马和驴杂交出来的产物。根据人们使用的频率来看，就可以看出它们深受大部分人的喜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马和牛是否也能进行杂交？它们又会生下什么样的后代呢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骡子的数量并不像现在这么多，反而十分珍贵，是被王公贵族当作宠物来看待的。不过随着人们掌握了杂交技术，马和驴杂交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让马和牛进行杂交，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其实国外的一名男子为了研究这个问题，专门挑选了优质的马和牛进行试验。他将母牛和公马安排在同一个地方，希望能够看到它们自然交配的画面。不过让人失望的是，发情的母牛似乎对公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。除此之外，从这两个物种发情的时间来看，大部分马的发情期在每年的4到6月份，而牛却没有明确的发情期，因此无法准确判断它们的排卵时间。所以想要让马和牛心甘情愿的自由配种，从时间上来看都是十分困难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马和牛体型上似乎也有些差距。无论怎么样，它们都无法做到被对方吸引，从而成名交配。这样看来，动物的杂交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既然牛和马无法自然繁殖，那么它们是否可以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产下后代呢？事实上，这种想法虽然听上去有可行性，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问题。要知道，马和驴之所以能够进行杂交，是因为它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种类，但是却都是马属动物，并且它们的染色体数量相近，因此才能够顺利的让细胞结合，从而生下骡子这样的杂交物种。并且它们无论是发情期还是交配的方式，几乎可以说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种自然条件下，马和驴进行杂交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不过马和牛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从它们的染色体数量来看，以黄牛为例，它们体内的染色体数量为60条，而马的染色体则是64条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是人工受精，也是很难成功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并不是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都能够进行杂交，不同物种之间配种的要求应该是同属不同种，就像是马和驴那样。而马和牛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属性的物种，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，甚至根本无法被对方发情期内散发出来的信息素所吸引，因此足以说明马和牛之间存在着生殖隔离，恰好符合了大自然的规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马和驴能够成功生下骡子，但是自然界中的骡子大部分都无法生育后代，所以这也算是生殖隔离的其中一种。这样看来，生殖隔离却是阻碍了很多物种之间的交流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生殖隔离究竟有没有用？如果没有了生殖隔离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有人认为，生物隔离其实阻碍了自然界中物种多样性的发展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没有了生殖隔离，那么自然界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其实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有一天，生殖隔离突然从自然界中消失，就代表着所有物种之间都能够随意交配，并且生下各种奇特的物种。如果被有心之人利用，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危害自然环境的生物，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安全以及自然的发展，甚至会对自然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所以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，那么后果都会是不堪设想的。这样看来，自然界之所以能够一直长久地发展下去，必然离不开自然规律的加持。因此我们更应该尊重规律，对于一些物种的杂交，更是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进行，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。不过任何物种都是在不断进化的，所以未来的事情我们都无法预测。如今能做的就只有最大程度上顺应自然发展，对野生动物更是要加以保护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处在和谐的环境中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